第6章维新政府一台戏，爱好古玩，服下丧命，翠雕八郡，价值连城，陈群潦倒，静极四动，弘济善堂，支持为辅，弃官不干，腾传众口，陈群藏书，画工为寺外滩上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文技术，苏锡文和傅小安两人先后当为上海市市长的经过。现在我要讲的是南京成立所谓维新政府的一台戏。我这篇文字是以在上海的观察所得为出发点，因为其实维新政府的政令对上海始终没有影响，只是在这段时期中有些离奇古怪的事件可以写出来，以反映当时的一般情况。爱好古玩府下丧命日军侵占南京之后，第一件事是要成立一个政府，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行政组织，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一种统治力量，而且苏、浙、皖3省的治安，日军无暇顾及，所以酝酿着要组织一个政府，作为代替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。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27年1938年3月27日成立，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，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，北方请吴佩孚出山，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，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。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，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，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。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，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，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，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。国民政府成立之时，对他也相当器重，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，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。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，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，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，县长是兼任职。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，但因一时无事可为，只得勉强走马上任，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。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，就引用中山时期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个职，又因为他是时期唐家湾人，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，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，对政务极少过问。过了一个时期，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，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，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，胡汉民力主彻查，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。唐绍仪1859至1938，字绍川，广东香山金钟山人。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，唐出任民国第1任内阁总理。1938年，日本侵略军欲利用他建立傀儡政权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死。此后，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把子路、金武进路的旧宅中韬光养晦，颐养天年。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，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，就因为开支浩繁，积蓄越吃越短，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，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，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，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，消息秘密得很，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。那时节，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，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，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。这大厦除了下面3层
作为公司之用外，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，作为公寓。813战争开始之后，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，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，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。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，租约是长期的，以1年为一期，租金相当昂贵，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把它作为10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。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、进早餐，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，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，个人的家眷常来洗澡。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午清谈，那里有连着的4间房，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。其中1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，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玉如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，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。一天，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，要求我们退租迁出，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。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，当然严词拒绝。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，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，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，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。我们听了这些话，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，于是就在第3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。